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来讲解异常的声音。异常声音主要有异常发声、咽哑与失音、鼻鼾、呻吟、惊呼、喷嚏、呵欠和叹息等8种。第一种声音异常就是发声的异常。发声是指语声的高低、清浊的异常。发声主要能够判断正气的盛衰、邪气的性质和病情的轻重。通常来讲，当语声高亢、洪亮有力，声音连续，通常属于阳症、实症和热症；当语声低微、细弱、懒言，声音断续，是属于阴症、虚症和寒症。而如果语声重浊，又称为声重，即鼻音很重，通常是属于外感风寒或者湿浊阻肺，导致了肺气不宣、鼻窍不通所引起的病症。第二种声音异常是阴哑以及失音。哑是指语音嘶哑，失音是指的语而无声。阴哑病情相对比较轻，失音病情相对比较重。语言发音是肺气的功能，肺在五行中属金，能够发出声响。我们举2个例子，比如2口钟，相当于肺脏，完整的钟能够发出清脆的声音。第1口钟是一口实心的钟，敲击出来的声响不会铿锵有力，而只能表现出沉闷沙哑的声音，这叫金石不鸣。第2口钟是一口破钟，破钟敲击的声响也不会铿锵有力，而也只能表现出沉闷沙哑的声音，这叫金破不鸣。无论是实心钟还是破钟，都无法获得清脆响亮的声音。由这个比喻延伸到肺的病变，如果因为风寒、风热、痰浊阻肺引起的声音嘶哑，可以称为金石不鸣，通常见于心病病人，属于实症。如果因为肺肾虚弱引起的声音嘶哑，可以称为金破不鸣，通常见于久病的病人，属于虚症。另外，暴露呼喊或持续宣讲也可以导致声音嘶哑，这是由于气阴两虚所引起的病症。久病重病的病人突然见到语声嘶哑，都是脏气将绝的一种危象。而妊娠妇女末期出现声音嘶哑或失音者，称为妊娠失音。这是因为胎儿渐长压迫了肾之脉络，肾精不能够上溶于舌咽所致。这种声音嘶哑通常在分娩以后会痊愈，一般不用治疗。此外，我们应该注意到失音和失语的区别。失音是神志清楚，而声音不能发出，即语而无声；而失语是神志昏迷，不能言语，通常见于中风或脑外伤之后遗症。失音病情比较轻，失语病情比较重。第3种异常声音就是鼻鼾。鼻鼾就是指在熟睡或昏迷时，鼻喉发出的一种声响。鼻鼾是气道不逆所发出的异常呼吸音。熟睡的鼾声若没有其他的明显的症状，多因为慢性鼻病或者睡姿不当所导致的，身体肥胖或者老年人比较常见。若神志昏迷而鼾声不绝者，通常是属于高热神昏或者中风入脏的危象，病情比较重。第4就是呻吟。呻吟是病痛难忍所发出的痛苦的哼哼唧唧的声音。呻吟通常主胀主痛。当心病呻吟，声音高亢而有力，通常是属于实症，见于剧痛的病人。当久病呻吟，声音低弱无力，通常与虚症有关。呻吟时还要结合病人的姿态变化来判断病痛的部位。
我们在望诊中学过这样一个护触必痛的原理，比如把头护住而呻吟是头痛，把牙护住呻吟是牙痛，把胸口护住而呻吟是见于胸痛，把胃护住而呻吟是胃痛，把腹部护住而呻吟是腹痛，这就是呻吟。第5种声音异常就是惊呼。惊呼是指没有外界刺激而突然发出的尖叫的声音，通常与剧痛和惊恐有关。成年人惊呼都通常见于剧痛、惊恐或者精神失常等原因，小儿的惊呼通常见于惊风、腹痛、食疾或者是虫疾引起的病症。第6种异常声音就是喷嚏。喷嚏是废气上逆于鼻而发出的声音，偶发喷嚏一般不属于病态。如果心病，喷嚏频作，同时见有恶寒发热、流鼻涕，是属于外感表症，与外感风寒风热都是有关联的。另外，阳虚久病的病人突然出现见有喷嚏，是阳气回复、病情好转的一个征象。所以喷嚏有一定的振奋阳气的作用。第7个异常声音就是呵欠。呵欠是张口深呼吸唯有声响的一种表现。生活中因为困倦欲睡而出现呵欠，不属于病态，这是阳气入里欲睡的一种正常的现象。但是如果久病的病人出现呵欠频频，通常是属于阳虚阴盛、体质虚弱的病人出现的一个表现。总之，呵欠通常与人体的阳气亏虚有关系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喷嚏能振奋阳气，所以在生活中，如果呵欠想睡的时候，打一打喷嚏，可以暂时振奋阳气。第8种异常声音就是太息。太息又称叹息，是病人在情志抑郁、胸闷不舒的时候所发出的长吁短叹的声音。太息通常是情志不遂、肝气郁结所导致的。太息不仅仅是肝气郁结的一个常见表现，而且太息在一定程度上面可以疏解郁结的肝气。因此，当我们遇到不开心、不高兴、郁闷的时候，不妨刻意的长吁短叹，来疏解肝气，调节不愉快的情绪。以上是8种异常声音的病变意义。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。